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英超工资帽。这是我们财政公平四部曲的第6集，也是大结局。前5期谈到了英超财政公平 PSR 的昨天和今天，今天我们讲 PSR 的明天。PSR 的昨天和今天争议很大，各路豪强如何八仙过海规避 PSR， 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提到了。这几年流行的现象，比如8年合同、先租后买、球员交换或者卖青训，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都是 PSR。于是今年6月份，英超20支球队投票决定废除 PSR， 要考虑启用2条新规则，一个叫做阵容成本法则，我们简称 SCR， 另一个叫锚定法则，我们简称 TBA。两者都是不同形式的工资帽，具体细节如何，我们一一讲解。在进入正题之前呢，胖叔播放一则通知。关注胖叔频道的老朋友都知道，胖叔在视频里提到了三上老师被 B 站黄牌警告，取消流量扶持。胖叔因此立志做到10万粉，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了不起，就是为了替三上老师争一口气。等本频道做大了，无论聊什么都可以上首页、上扶持、上热门，简称三上自由。但是口号很响亮，现实很残酷。上期视频弹幕留言、投币转发都大幅领先之前的视频，但是点击量却差了3万多。B 站的算法到底看不看粉丝互动呢？哪位懂行的朋友教教我，胖叔到底还要怎样才能获得 B 站的青睐？是领口开得更低一点，还是要在直播室里管大家叫好哥哥？那更没想到的是随后 B 站发榜，上周在足球新人区里，胖叔粉丝增长第1。那欢迎这2918名新粉丝，看来观众朋友们都等不及三上自由的一天了。那为了庆祝频道突破2万粉，同时喜迎国庆，我们举行一个粉丝感谢季的活动，请朋友们留言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1周后点赞第1名的话题，胖叔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胖叔的留言区一向卧虎藏龙，命题作文既是挑战也是乐趣。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请大家给本视频点赞关注，一键3连。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一起努力，早日实现三上自由。那回到 PSR 的明天2个规则的共同思路都是利用工资帽控制支出。那么重点来了，如何定义工资帽呢？第一个提案 SCR 已经被投票通过了，英超决定本赛季还是采用 PSR，SCR 呢是后台试用，一切顺利的话，到了25-26的这个下赛季，SCR 就会正式取代 PSR。 那 SCR 不是英超的初创而是照搬了欧足联财政公平法则的新法规。欧足联在前几年加入了 SCR 的要求，每个参加欧战的球队都要算一个 SCR 的系数，这个系数的分子阵容成本就是球队每年转会费分摊加工资加佣金的总和。注意，不是转会费，是转会费分摊。比如恩佐1亿签8年，一年只分摊1250万。具体转会费分摊的解释可以参见胖叔之前的视频，英超巨人的热议对决。而分母呢是球队年营收加转会收入，这里的转会收入也要刨除会计成本。欧足联要求这个系数在23赛季不能超过 90%， 本赛季不能超过 80%， 下赛季开始不能超过 70%。 简而言之，球队的营收乘以 70% 就是你的阵容空间，也就是工资帽。因为每个球队的营收不同，最终空间的限制也不同，欧洲就管这种叫软性工资帽。那英超的 SCR 是怎么规定的呢？英超规定球队 SCR 系数要小于 85%， 如果是欧战区的，那就要小于 70%。 那毕竟25年开始你进了欧战也要受欧足联的 70% 帽，干脆规则合流就都算 70% 了。那很显然在软性工资帽下，高收入的球队就有优势。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张图，把英超各队年收入直观地呈现出来。有请弹幕一起打1，让我们一起召唤这张图。好这张图已经响应了我们的召唤。22到23赛季的收入单位是100万镑，第1名是曼城的 7.18 亿，前6也是我们熟悉的6强，而且他们6个和第7名的纽卡有着断崖式的差距。那假如 SCR 在22到23赛季就有，各个球队的 SCR 系数是多少呢？胖叔尝试估算了一下，但是工作量很大，本来打算放弃了，但是想到每次朋友们都给我点这么多赞，不知道这次朋友们还会不会给我点赞3、2、1，好，谢谢各位的点赞鼓励。那悲哀的是呢，我费了半天劲儿算完了，才发现英国有个网站也已经算了。好在我们的结果还差不太多，因此我对我自己这个图还是很满意的。那胖叔这里刨掉了最终降级的3队，一共是17队。那大家要记得这个帽子是要求欧战球队在 70% 以下，其他球队 85% 以下。那首先6强除了切尔西都是安全的，曼联、阿森纳是 68%， 财政健康标兵利物浦是 65%，而曼城是 60%， 靠的是他一枝独秀的7亿营收，再加上10年前青训投资带来的高额转会收入。胖叔说过，
曼城早早的利用 PSR 的漏洞，10年磨成了生态闭环，财政无比健康。常规的财政公平法则已经根本管不住曼城了，难怪115项指控要打上门了。那热刺的48%就有点超模了啊！这个列维搞足球真是屈才了，这哥们要是来 B 站，估计直接就能把抖音干破产。那布莱顿和小蜜蜂呢，也符合我们球迷的印象，财政非常健康。而切尔西的22到23年是踢了欧冠的，在有欧冠收入的情况下，还有高达85%的 SCR 系数，前景貌似很不乐观。但如果说全英超只有一支球队能玩赢财政公平，那这个队一定是切尔西。车迷放宽心，等 SCR 正式实施那天，蓝军的会计和法务部门肯定会给全英超上一课，到时候胖叔一定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真正要担心的是维拉、纽卡这俩俱乐部，欧洲的 FFP 也好，英超的 SCR 也罢，这个工资帽射出来，感觉都是想避免维拉、纽卡这种新豪强挑战传统豪门的。那当初车臣都利用财政公平的漏洞一掷千金，砸出了自己的豪门地位，如今这条老路给堵上了，纽卡老板满手的钱花不出去，也不知道是公平还是不公平。那有朋友会问，纽卡继续砸钱，英超不是应该越来越好看吗？英超不仅不鼓励，干嘛还要上工资帽自毁长城啊？那么上期第一联赛的那个视频我们讨论过，英超靠自己先进的商业运营理念和其他4大联赛的差距越拉越大，俨然要成为自己的超级联赛。这当然是英超美国老板所愿，也是4大联赛和欧足联所不愿。和美国的封闭联赛不同，英超球队还有洲际比赛会受到欧足联的管控，因此欧足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管制英超的头部球队来间接管制英超联赛。头部球队被上了帽子，你不给其他球队上帽，联赛容易失衡；你给其他球队上帽，容易丧失对4大联赛的领先地位。于是英超权衡之下，只能出台了这个有的70有的85的工资帽法则。那给非欧战区85，除了因为欧战区球队收入比较高以外，也是考虑到英超联赛的竞争力。太严格的工资帽会使得明星球员流失到其他联赛，比如当年梅西从巴萨转投大巴黎，一大原因就是西甲的工资帽比法甲的严格。那说到梅西，各位给我30秒。老规矩了，胖叔别的优点没有，就是快。我们30秒后再见。那上期视频有一个粉丝留言，那这就不能叫留言了，哥们儿直接写了一个700字的小作文，前面2段把波多野老师和河北老师一顿猛吹，最后一段话锋一转，把三上老师贬得一文不值，还说他和内马尔一样，巅峰时期浪费天赋。朋友们，胖叔可以接受流量管制，可以接受算法歧视，但是不能接受自家粉丝在我的视频下面喷我家姐姐。今天我就讲一个事实，方扎每年会有一个颁奖大会，人称动作片的奥斯卡，其中最高奖项最佳女演员赏，在我们足球圈就相当于是金球奖，还有一个最佳新人赏，在我们足球圈就相当于是金童奖。那所谓文体不分家嘛，文艺界和体育界的奖项设计思路都是一样的。那截止今日，整个文艺界仅有1位选手在获得方扎的最佳新人赏后，最终也获得了方扎的最佳女演员赏。弹幕猜猜看他是谁？不用猜了，三上老师，除了他还能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在足球界也仅有1位球员在获得了金童奖之后，最终获得了金球奖。弹幕猜猜看，这位球员是谁？没错，他就是梅西。那各位知道，金童奖是一个很危险的奖项，安德森、博格巴、马夏尔，甚至德里赫特，在获得金童之后，职业生涯都迎来了巨大的挑战，被曼联选中，无缘兑现天赋。即便机智地回避了曼联，桑谢斯和斯特林们也难逃伤仲永的命运。拿到金童再拿金球，2个业界加起来也只有梅西和三上老师做到了。说句兑现了天赋不过分吧？还敢说三上老师像内马尔？你内马尔是拿过金童还是拿过金球啊？都做到行业1姐了，三上老师要怎样才能真的算兑现天赋啊？非得跟梅西一样拿8个金球吗？要知道，三上老师这是在文艺界，不是体育界。文艺界有句老话，学戏之前先学做人。在17年三上老师拿下金球之后，18年的金球由辛有蔡老师获得，19年的金球由向子南老师获得。有人就因此批评三上老师在巅峰摆烂。朋友们，旅途的意义从来都不在终点，而是沿途所结交的挚友。去年三上老师退役，你猜怎么着？就是辛老师和向泽老师助阵，陪着三上老师退休前拿下了销量冠军。2位都是知恩图报，毕竟自己的金球有一半也是靠行业1姐高抬贵手。当然了，我不是说梅西8个金球是不会做人啊，人家现在在迈阿密也一样有苏牙和布教授陪着他退休，和三上老师交相辉映，都是德艺双馨的业界楷模。那这些人生哲学呢，某些喜欢波多野老师的朋友是不会理解的。你还喜欢波多野？你足球初恋不会是鲍比查尔顿吧？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讲 TBA。那看了前面 SCR 的计算呢，不少英超球队不乐意了。你曼城都领先这么多了，就算给你上一个70%的帽子，我们还是差你一大截。于是大家决定借鉴美国体育联赛，提出一个 TBA 的硬性工资帽的构想。所谓硬性工资帽，指的是画一条线，全联赛20个队都遵守同一条线。目前的方案是呢，所有英超球队的支出，转会平摊加工资加佣金都不能超过转播分成垫底的球队的5倍转播费。那22到23年转播费垫底的是南安普敦 1.05 亿，那5倍也就是一个 5.2 亿的硬性工资帽。那 5.2 亿是什么概念呢？这里是 Athletic 估计的英超各队支出。那这个胖叔是直接抄的作业就不敢跟弹幕要互动版权归 Athletic 所有。大家看，搞了半天，这个5倍的工资帽就是在针对切尔西但也没那么简单。会议上也明确表示，5倍只是一个概念，最终定案也许是4倍，也许是4.5倍。现在呢，不知道，只是要大家投票表决，对 TBA 的框架是否满意，满意了，我们再敲定细节。20队里16队投了满意，因此英超会跟进研究。那注意这跟 SCR 会在25年取代 PSR 不一样 ，TBA 只是框架过程，细节还没敲定，以后还会需要进一步投票。那 TBA 的前景如何呢？通过票型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各位弹幕的高玩可以一起分析一下。票型是16队赞成，曼城、曼联和维拉投了反对票，切尔西投了弃权票。那胖叔抛砖引玉，试着分析一下。曼城、曼联反对，理所当然，这个 TBA 摆明了就是针对他俩，5倍只是幌子，万一落实4倍，曼城还怎么连冠？曼联还怎么做慈善？那切尔西投弃权表面上看可能是个新手玩家，伯利第一次上桌，还没搞清楚自己是狼人阵营还是好人阵营。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切尔西是个强神身份，手握一瓶毒药叫会计团队，还有一瓶解药叫做法务团队。管你什么 SCR TBA， 到时候亮身份强势带队，完全可以跳到桌子上面玩。所以朋友们，最终还是要自己变强，才能无视规则。说到底，还是要做到10万粉，才能3上自由。那说到变强，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日语小课堂。那上节课我们讲到美丽的前台小南参加了销售部的迎新聚会，席间对男主很有好感，因此放话到自己非常傻逼系。那这是一个关键词汇不记得傻逼系是啥意思的同学呢，记得留言找胖叔课后辅导一下。那这时候呢，一位不识趣的中年同事听到了关键词，连忙接话道：小南呐，这小子已经有女朋友了，倒是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和我约会啊？朋友们，这属于是职场性骚扰，生活中千万不要效仿。不过日本的职场操守比较低，听到中年同事的话，其他同事都发出了嗤嗤的笑声，只有男主露出了关怀的神色，担心小南无法应对。只见我们的小南不慌不忙，微笑道：我又要做美容，又要带狗狗散步。お休みの日は忙しいんです。朋友们，大家都不用懂日语，看看这3个汉字，休日忙，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お休みの日是休息日，忙し是忙，翻译过来就是老娘很忙。那听小南说遛狗很忙，中年大叔只能陪笑道：俺は犬一卡卡。众人哄笑大家看看日文真的很简单，基本都是字面意思。那我还是翻译一下俺是我，犬是狗，伊卡是以下，翻译过来就是我连狗都不如啊。那胖叔看的那版呢，这里的中文字幕翻译的特别好，看看这个翻译的中文真的很不错。那看到这儿呢，我也笑了。大叔这句台词，不甘心之中带着无奈，自嘲之中又带着悲凉，把中年男人的不堪和落魄演绎的入木三分。本场的 MVP 当之无愧。那有朋友会问，大叔这么回答不就是放弃比赛了吗？难道不能有更好的台词力挽狂澜吗？比如什么我可以做你的狗之类的。朋友们，当大叔拿到配角台本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无论说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胖叔频道的观众想必不少都是年轻人，看《灌篮高手》的时候带入的不是流川就是樱木。但是胖叔人到中年，去看《灌篮高手》电影版的时候，沿着宫城良田的视角看完了山王战。影片结束，泪流满面。20多年过去了，井上老师告诉我，你并没有活成主角的样子，但就算是个配角，也可以和自己和解。没错，胖叔的确只是一个配角。B 站里1万粉的小账号，被平台限制流量也是稀松平常。但就算宫城是个小角色，做不了日本第一，还做不了神奈川 No.1 God 嘛？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要变强，我要3上自由。感谢各位朋友看到这里，财政公平4部曲正式完结，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希望各位给我点赞关注，一键3连，我们下次再见。